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科技封鎖完全失靈了嗎？今天會來看到的是華為的 Mate 90，現在說要全面的國產化，使用的，等一下我們會特別來看到是韜定律的首顆的晶片哦，那麼也使用的是大陸自己的鴻蒙系統，等於是全面的國產。使用自己的國產的東西哦，那麼華為的昇騰現在也出海了，逼白宮低頭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來跟我們做互動。如果您認為華為的這次出現的新手機 Mate 90等於是全面突破了美國的封鎖，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沒有成熟，這麼成熟，留言寫2，來跟我們一起做互動。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我們來看到第一個，韜定律現在打造的自主晶片，也就是華為的 Mate 90正式的出爐了。那這是首款晶片使用韜定律哦，等於正面迎戰 iPhone 18嗎？中國科技已經突破美國的封鎖了嗎？甚至可以說全面的迎來反攻嗎？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華為的昇騰 AI 晶片準備進軍南韓了，重點還是南韓哦，搶攻海外的市場，而且它的價格只有一般的價格的1/4，挑戰輝達霸權，也成為大陸 AI 算力要反攻全球的一個新武器了嗎？南韓的這一步，我們特別來做剖析。再來第3個，美國突然間放寬 AI 晶片出口到中東國家阿聯去了，以前是不准的哦，為什麼現在突然間出手？難道是擔心中國大陸搶先一步嗎？來布局全球算力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要來看到最新消息是，華為9月份即將要推出新一代的旗艦手機了。這個手機很關鍵 ，Mate 90不只是一只手機，代表的是中國大陸科技突圍的一個新的訊號。而且呢，我們來看到它從它的晶片到它的作業系統鴻蒙，到它的 AI 模型，甚至是應用生態，重點是它是全部的國產自主化的，完全擺脫了對美國的依賴路線。所以呢，我們也來看到它的有哪一些的亮點。剛剛講的嘛，使用的就是首顆的韜定律做成的這個麒麟9050的晶片，來跟 iPhone 18正式交鋒。當然了，韜定律的重點就是它是3D 堆疊技術的架構的，所以呢，現在說效能可能挑戰台積電的3奈米效能哦。那麼在性能整體的比較上，也比上一代提升了，大幅提升程度達到40%。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從韜定律到自產晶片到鴻蒙生態，華為 Mate 90它的能力是否已經說可以突破美國的封鎖，迎來完全的自主化的時代呢？委員怎麼解讀？打造一只手機並不容易哦，因為打造一只手機有軟體跟硬體的這個各式各樣的一些這個相關的需求。那麼這一次，我覺得 Mate 90之所以引起大家外界高度的關注的原因，是因為它已經可以走向全國產了。也就是所有的硬件跟所有的軟體都不需要依賴這個來自於美國或者是來自於西方其他國家，就中國大陸自己就可以搞定了哦。所以一只手機它內部哦牽涉到太多的這個各式各樣的細節的工藝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技術。但是華為的 Mate 90能夠這樣推出來，就代表說它基本上在過去這些年來，他們的努力已經得到了一定的成果了哦。那麼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這個華為的這個 Mate 90的幾個重要的這個亮點哦。當然第一個，它主要是用了麒麟的9050的晶片做它的標準款哦，然後9050P Pro 做它的這個高階款。然後呢，這個麒麟的9050系列是完全按照韜定律的這個原則來進行打造的。那麼什麼叫做韜定律哦？就各位知道，以前大家在做晶片的時候，我們為了希望讓效率提高，所以我們一直都是在平面上把尺寸縮小，這叫做幾何縮微啊。就是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們今天蓋了一個4合院的房子哦，左廂房跟右廂房很遠了。那為了要讓距離近一點怎麼辦？想辦法把這個中間的相隔的這個什麼大廳變小一點哦，然後這2個房子就可以近一點了。那這是過去的操作模式了。可是問題是，過去的這種所謂的這個幾何縮微，就是我們最常聽到的叫做摩爾定律哦，說每2年這個尺寸就會變小一半。但是已經遇到了物理極限了。物理極限就是你到了2奈米跟1奈米的時候，已經太小了，你那個電晶體都幾乎要跟原子一樣了。那你究竟該怎麼解決？然後呢，那麼小那麼緊密哦。
在傳遞上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所以其實摩爾定律已經走到瓶頸了。而華為很厲害的是，在這個時刻他提出了濤定律。濤定律，我再舉回那個四合院的例子濤定律的例子很簡單，就是既然是這樣，我有什麼必要把大廳變小一點呢？我乾脆就把它變成一個透天的房子就好了。我把它變成一棟大樓，所以呢，你左廂房就搬到右廂房樓上就好了。你從樓上走下來最近了，一下就走到了。所以呢，他用折疊的方式，就是我們現在最常聽到的叫做3D 的這個邏輯折疊的模式啊，就是他把晶片折起來了。那折起來之後呢，最大的困境跟痛點在哪裡？第一在傳導，第二在散熱。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不容易哦。大家知道說濤定律講起來容易，做出來不是這麼簡單的。因為當你都折疊在一起的時候，那個熱量的產生的程度是很高的，非常高，高到幾千度可以融化掉所有這個金屬的。那你要怎麼樣解決散熱問題？然後傳導問題怎麼解決呢？就是你2樓到1樓，你是要這個爬樓梯爬得累得半死，還是你有個電梯可以直達？所以這是傳導的問題。那麼這次看到的這個麒麟9050之所以引起外界高度關注，是說原來濤定律只是在講，可是現在濤定律已經正式的成型，而且已經可以正式的生產出來了。是，所以這一點才是Mate 90最重要的一個这個大家所關注的重點。那麼第二個大家關注的重點是什麼？各位知道，在做折疊屏的手機有2個重要的工藝。第一個工藝就是那個鉸鏈，因為折疊屏如果3折，就代表是3片要折起來哦。那個鉸鏈要怎麼折，不會把那個屏幕折斷？這才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大家想說折疊屏就說折就折了嗎？沒那麼容易的。所以它鉸鏈的設計上變得很難。再來，第二又回到散熱的問題了。你3個屏壓在一起，那個熱量非常高。平常我們一隻手機1個屏就很熱了，你3個屏疊在一起，那個熱量有多高？它怎麼解決散熱問題？所以華為的 Mate 這個90，它的第2個大家關注的亮點就在於它的3折屏，它是怎麼用什麼樣的鉸鏈技術讓折疊在3折之後，你展開來之後，熒幕上的那個折痕還不會那麼明顯，以及解決散熱的問題。那最後一個，它最厲害的是什麼呢？它的屏幕的問題了。它現在的屏幕用的呢，如果你是標準款，它用的叫做微挖孔啊，就孔挖的很小的 OLED 的直屏。可是如果你用的是高階款哦，那不得了了，它用的是无開口的全面屏，而且是用 double 的雙层的 OLED 哦，所以在峰值的亮度跟在壽命上都会比一般長很多。因此，這個我剛才提到的，就是簡單的幫大家介紹一下 Mate 90哦，在這些亮點上，當然外界對於 Mate 90就這個投注很高度的期待，這也代表了華為的這個手機生產的工藝以及包含晶片生產的工藝能夠真正的上線了。好，所以這個華為最新推出的這個 Mate 90幾個亮點呢，就是它的晶片首次的使用濤定律，而且重點是已經完全的商業化，不再是一個理論的基礎。然後呢，再來就是說它本來有的一些比較困難的一些困難點，包括像是傳導跟散熱的問題，也都完全的被解決了。是不是等於中國大陸已經完全突破美國封鎖，走一個完全自主的時代？那楊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分幾個層面呢。第一個在技術突破上面啊，我覺得是做到了，而且它這個技術突破還走了完全不同的路，還這個剛才大千委員所講的，也就是說濤定律它解決了一方面是摩爾定律的困境，對，那另外一方面呢是晶片製造的這些成本的問題，那所以它以較低的成本，如果這個 Mate 90出來的話，它其實是有全球攻占的這種效益，那如果說它更進一步，將來真的能夠達到2奈米的效益的話，那台積電所做的，或者是美國 Intel 所做的東西，那是不是也會受到挑戰？那第2個層面是生態的問題。所謂的生態，就是這個鴻蒙體系跟 Google 體系。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現在呈現到雙體系的競爭的狀態。那這種雙體系的競爭，我覺得也蠻好的，但是呢，鴻蒙體系顯然在華為的這種主導之下呢，以及中國大陸的市場，還有全球南方的市場，那我覺得會越來越擴大。那將來會不會像是韓國、日本也會有這樣子的空間？對，那我覺得其實就要觀察這種雙體系的競爭，也就是鴻蒙跟 Google， 這過去難以想象的，過去難以想象的。美國就覺得我是這個吃定天下，然後呢，你最多能夠就是說，跟我收一點這個費用。沒有想到，在美國的科技戰情況之下，華為不只是技術的突破，它在生態體系上，也就它會牽扯到幾百
幾千個 APP，那因此呢，這個是很重要的突破。那最後一點，我覺得這個地緣政治哦，還是一個最大的考量，因為美國進不去，所以美國這個最大的市場你進不去，它是地緣政治的刻意的封鎖。但我覺得倒過來，過去美國對中國的科技戰是要把中國給孤島化，現在美國自我孤島化了，對，自己把那個就是電動車，什麼東西都不能進去，然後呢，這個關稅又高漲，所以現在華為這樣的突破的時候，當它的生態形成就是全球的共同的競爭的時候，你將來一定會發現到鴻蒙也可以用 Google，未來搞不好 Google 也可以用鴻蒙，會不會有這種情況？不要說不可能哦。那誰到底會變成孤島化？在全球化的時代，現在看起來好像整個這個風已經逆的吹了。好，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中國大陸一系列，因為這個華為 Mate 90吹起的是全部的省隻手機國產化。那其實現在中國大陸的野心不止如此哦，不只是國產化而已，它也要拼外銷。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第一站就是要來，另外一站就是來拼國產晶片的外銷戰。那中國大陸的第一站現在是拼南韓，今年的第4季，他說就要對南韓來出口它的 AI 晶片。那昇騰950就是要這個打的。它的優勢就是它的價格只有其他產品的1/4的價格，這個是一個部分。第二件事情是中國跟美國是不是也要一起來競爭在中東這邊的一個市場呢？因為呢，美國突然間放寬了一個消息，他以前不賣晶片給這個中東國家的，現在說他要把晶片賣給阿聯，而且現在來自於外界的解讀說，華府是不是擔心，如果再不賣的話，中國就會搶先一步了呢？當然了，賣晶片給阿聯這個動作引起了美國政界的2個不一樣的一個看法。有人認為這件事情是好的，我們先來看到民主黨議員說，這個交易是不好的，這個是一個腐敗的交易，根本就是只是有利於川普的加密貨幣的利益。但是也有白宮的 AI 加密貨幣的負責人，他認為說，你現在再不賣晶片給波灣的話，很快中國大陸就搶進這個市場了。尤其現在阿聯跟中國合作的範圍不斷的提升，從能源到 AI 科技、數位經濟、高科技產業，所以是不是因為美國現在急了，趕快賣晶片給中東呢？艦長怎麼看？剛剛大千委員不斷的在講到華為手機啊，我手上正好有一個雙折哦，太好了。那這個雙折機其實用了快要2年了，我們就可以看到中間其實並沒有什麼折痕啊，所以大家不用質疑。那但是如果以厚度來講的話呢，我手上還有另外一個 Samsung 的手機，我們這樣子就直接可以做出比較啊。也就是它到折起來的時候，當然它的厚度是會比較寬的。可是如果說就是說跟這個Samsung 來比的話，它實際上是會比較寬一點點。可是如果展開來的話，第一個溫度就沒有那麼高了，然後它裡面可以容納更多的一個電子元件，這就是華為跟大家思維最不一樣的地方啊。那這也就是一個企業進步的象徵。那但是我們另外來講啊，有關於現在華為準備到南韓去投資，有關於這一個它的一個儲存中心的部分啊，這個儲存中心呢，其實大家忘了一件事情，大家都覺得我的速度到底有多快？但是坦白來講啊，我們一般的使用真的晚了0.1秒，你很介意嗎？或者是大家都放的問題給這些 AI 去算，明天早上來上班的時候就解決了嗎？不就是這樣嗎？你真的有很在意那幾秒鐘嗎？但是價格你就很介意了。對，那個一杯的這一個，我們講到說那個手搖飲料50塊跟70塊，你都很在意了。那你有想到50萬跟70萬，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所以我們講到中國大陸為什麼它可以進入這個南韓的市場，其實最重要的，也就是我們剛剛講到有關於低價的部分。那這個低價的部分，那無論是我們看到無論DeepSeek 或者是千問豆包，通通大家都使用的好好的。那當然，對於韓國的企業來講，他們也會很想要進入這個產業。不過，那個華為還有幾個部分要去突破。第一個，也就是大家都會說，哎呀，你這有後門的疑慮啊。那但是呢，之前不就是這個習近平主席到了這個接待了這一個韓國總統的時候，還送了他一個小米手機。他說，哎，你可以檢查有沒有後門嘛。對。所以這個後門疑慮，我相信這個華為一定會很清楚的解決
這個問題。第二個，我剛剛講為什麼要特別拿雙摺機來示範，也就是這是一個解決散熱的一個問題。那現在我們講到說，剛剛講到濤定律，那它就是直接的把它蓋成，把這個晶片的堆疊變成了一個高樓大廈一樣啊。雖然它的厚度並沒有增加多少，可是溫度可能會增加。那這個我相信華為當初在設計的時候，它就已經解決。第三個就是韓國本土的問題，韓國本土的問題，也就是韓國自己也要做這個 mega project。那它也是會有這個問題的疑慮啊，就是它要怎麼樣保護國內產業。但是我們仔細看一下，為什麼要進入中東？因為中東我們所看到的這一個有關於這個 OpenAI， 它就已經提出來了，他們是不是要被攻擊？而且的確已經被攻擊了，這個是 Fox 他所提出來的。那當他被攻擊的時候，也就是他未來他要直接的更新的時候，你是要用貴的晶片呢，要用 NVIDIA 的晶片，還是現在提供給你晚個0.1秒的晶片？你要用哪一個呢？記得價格才是問題。就是說，其實，在人工智慧領域裡頭，我們一個人工智慧的模型分成2個部分。第一個我們需要算力的部分在訓練；第二個部分是當你訓練好了之後，大家問問題，它要生成答案，這個叫做推理。我們是分2塊的。通常在訓練的部分，你需要比較強的算力，所以你需要更高階的晶片。可是，在推理這個部分哦，你就不見得需要這麼高階的晶片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像現在的這個華為的濤定律所生成的晶片，或者是像 Google 所做的這個TPU 哦，他们現在其實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晶片在做取代 NVIDIA 跟 NVIDIA 競爭，而在後半端的這個所謂推理的部分，其實已經大量的取代了這個輝達的晶片哦，所以這就是輝達現在最大的危機啊！原本它是整塊吃掉的，從訓練一直吃到推理，可是現在有一半的江山已經失守掉了。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